大个子皱着眉叹气，又犹豫了片刻，终于道：“好吧，放开我。”成了。魏无羡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四人用2-3分钟的时间串好词和路线，大个子一马当先，用高权限的 ID 卡和红魔把魏无羡一家人带出了隔离区。他们需要的不是离开航站楼，也就不必跨越防备最严密的 B40，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为抓捕活动清空的 B49、B56区域。藏瑟瑟这次没有留手，手刀劈晕了大个子，又抓着大个子的手按下了警报器。刺耳的警铃响彻整个大厅通道，通讯器里传出指挥中心的厉声质问。S 级的女猎人冲着通讯器大喊一声：“滚你的吧！”一脚跨过横躺在地的大个子，冲进 B52敞开的登机口，一跃而下。魏无羡紧跟而至，跳落处往下一看，被至少2层楼的高度吓得魂不附体，立刻又缩了回去。魏长泽习以为常地掏出一盘带有钩爪的绳索，找根柱子拴紧了，手持另一头道：“你先我先。”魏无羡、魏长泽：“好吧，我先。”魏先生食指与中指合并，在额前比划了一下，随即抱着绳头一段向后躺平，掉落，像一名专业的蹦极选手。魏无羡：“咱们能不蹦极吗？”爹。他回头打算去走登机入口处的楼梯，谁知察觉到事态变化的特种兵已经围了过来，先头几人高喊着不许动，举起手，黑洞洞的枪口上红光圈在魏无羡身上扫来扫去。魏无羡内心慌得一匹，想我只是个平凡的学生，如此庞大的阵仗承受不了哇，表面上却稳如泰山，比了个和他爹如出一辙的手势，道：“抱歉了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”他也不弯腰，足尖挑起地上的绳头抓紧了，再猛地踩踏地面，英勇就一般的也跳了下去。毫无疑问，没有任何人开枪，这不稀奇。特别调查组只想息事宁人，必定嘱咐过特种兵，除非必要不许开枪，更不许闹出人命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魏家人避免与特别调查组的武装力量高近身接触，拉远距离就相对安全了。坐在藏瑟瑟 A 来的大型载具客梯车上，魏无羡依旧心有余悸，但他来不及腹诽，马力更大的越野车已经追上来了，并冲着敞着窗户的驾驶室里丢出了一枚催泪弹，正丢进坐在魏长泽和藏瑟瑟中间的魏无羡的手里，沉甸甸的，手感很凉。短短不到2秒，浓烟已经弥漫了狭窄的驾驶舱。好吧，拉开距离也安全个鬼。烟雾中，开车的魏长泽的声音被呛得变了调，气急败坏的藏瑟瑟抄起催泪弹，原路丢回了越野车。魏无羡泪流满面，唯一的想法只剩下蓝战救我，我想回家。尽管视线被浓烟严重干扰了，但客梯车的速度丝毫不减。魏无羡强行睁开一点眼睛，看清了随身带出来的定位仪的数据，顾不上别的了，胡乱抹掉抑制不住的眼泪，大喊道：“左边，路线偏离了。”魏长泽也喊：“报坐标。”擦，老子看不见。魏无羡：“左转90度。”魏长泽：“会撞车。”砰，吱嘎，履带在地面摩擦出巨响， ABS 也不堪重负地发出了噪音，车体的撞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。在安全气囊弹出之前，藏瑟瑟已经打开车门，接连2个翻滚落在地面。魏长泽只比他慢了少许，又生拉硬拽，把差点被气囊卡住的魏无羡也拖了出来。站住，不许动。耳边是枪支上膛的咔咔声，魏长泽眯着不断流泪的眼睛，向后退了半步，趁人不备按下客梯车的控制键，车厢处的升降梯启动了，上升，再上升，登机平台升到最高，直到抵达足以和登机口接驳的高度为止。特种兵们把3人团团围住，领头的长官气势汹汹地摸出了电子手铐。在狭窄的不断被泪水模糊的视野里，一辆越野车疾驰而来，但太远了，至少还差几百米，足够让特种兵把他们塞进车里带走了。千钧一发，危急之时，一声长啸从天而降，无云的晴空倏然变暗，突兀地冲出来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兽。它有2对翅膀，头部像雄鹰或者雕，暴风在它身周环绕着，蓄积着狂猛的力道，客梯平台刚好够它那双有力的爪子落足。风暴雷鸟，亚利桑那州的那只雷鸟。这些异乎寻常的神秘动物，
仙少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，饶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种兵们，在巨大的雷鸟面前也晃了一下神。趁着这个档口，藏瑟瑟蹭蹭跳上了雷鸟后背，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魏长则站在楼梯上，迅速把一堆零件组成一套不知名设备，迎着风慢悠悠道：“我警告你们呐，谁也不许当众打鸟啊！这只可是比顶级保护动物更珍惜的品种，受个伤掉根毛就能告到你们倾家荡产，运气差还得蹲一辈子单人间，则免费附带铁栏杆的那种哟。”几百米外的越野车飘逸而至，第一个跳下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一身白色狩猎服的蓝忘机。娘飞了，爹正忙着布置陷阱，茫然无事可做。魏无羡一见到蓝忘机，嗷的一声扑了上去，道：“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你来接我吗？”魏无羡冲势猛，蓝忘机单臂没捞稳，向后错身半步，被倚着车门才定住。他把护目镜往下移开了些，上下打量了一番魏无羡，道：“没受伤？”那双眼睛恢复成了原本浅淡的琉璃色，色泽像初见面时同样的冷冷淡淡。可距离这么近，魏无羡竟看懂了孕妇在平静表面之下的那种微澜，心里融融的，又软又暖，便抬手把蓝忘机的护目镜又推了上去，道：“行了，干活了，开工，给我爸数据支持。”蓝忘机默默拿出平板，把三角定位的数据给魏无羡看。坐标735比9172/54，误差值正负10 m。魏无羡嘀咕着这坐标怎么有点眼熟，翻出身上的定位仪，坐标735比9172/54。735比9172/54到底有什么不对劲？等等，他眼前倏然闪过几层画面，那是2张印着简短字句和凶相图的小卡片，上面标注的失踪地点正是735比9172/54。那是抵达达拉斯当天，聂明觉给他和蓝湛看过的2张信息卡，是魏长泽和臧瑟瑟的失踪坐标。而三角定位的是神秘动物的方位，那岂不就意味着，如果说雷鸟的体型遮天蔽日，那么100头雷鸟大约能和勉强1头 Norwegian Ridgeback 挪威脊背龙的体型抗衡。庞大而漫长的龙脊一直蔓延到接近地平线，足足有1/3躯体长的尾巴盘卷着，搅出一片零散的碎云。它脊背上的黑玉色脊龙像山脉一般高耸，地面上的人仰起头，无法看全完整的龙翼。巨龙发出无声的长嘶，没有人听得见它的叫声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的仪器，所有的车窗都同时发出了高频率的共振。仪表上的指针疯狂地转圈，数据也变成一团絮乱。等龙停止了叫声，车窗同时轰然碎裂，碎玻璃哗啦啦的四处飘洒。离车近的所有人都仿佛置身在弹雨之下。这不科学。蓝忘机护着魏无羡就地一滚，躲开了绝大多数飞溅的碎玻璃。这完全不是钢化玻璃碎裂产生的性状，一定是脊背龙用共振改变了分子结构。恐慌已经开始蔓延，看到天空异状的人纷纷发出恐惧的尖叫，四散奔逃，幸而停机坪场地够大，不至于发生踩踏。魏无羡冲举着枪械向天空射击的特种兵喊道：“都躲开，退远点，不要惹怒他，都去疏散普通人。”